Hello，大家好，我是一元。各位还记得目前我们最新的统帅来到了第几代吗？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自己也差不多要忘记了。现在统帅出的代数太多了，所以就有一点忘记。那其实我们现在新统帅是在第11代统帅，不知不觉的官方已经设计了这么多的统帅。今天主要的内容是说第11代统帅的一些评价，我个人的感受，还有官方策划他们的设计方针。其实在之前中国线下聚会的时候，就有主播去询问了策划他们是怎样去设计这些统帅的，他们的方向是往哪一边去设计的。那官方其实有透露说，他们想要的统帅呢是比较平衡一点的，就是他不要每一次推出新统帅的时候，那个数值就是一直不断的往上升。所以他们当时候的想法就是一代的统帅是辅助的，另外一代的统帅可能是数值，就是负责输出的，这样子会比较平衡，我们搭配起来也比较合理一点。如果你全部都是输出的统帅，这样就变成说你的统帅搭配起来这个队伍应该会很脆皮，并且我也觉得策划他们应该要这样子设计才对，因为我不希望就是统帅全部都只是输出而已。如果他们可以增加更加多元素的一些辅助功能的话，这样子会让游戏变得更加好玩。我个人是觉得说，官方这一代比较专注的就是在防守跟进攻的部分，也就是集结跟驻防。那我们先从骑兵开始。那各位也知道，我在之前就已经有分享过大卫驻防的一些报告。我们做了双集结去进攻大卫的驻防，都很难打下来，甚至报告是没有赚的。那各位要知道，我参与的那个王国不是一般的王国，而是先锋王国2489。在2489中，还有一些玩家是来自之前960的。他们不管是装备、军器还是全部东西都是顶级的存在，甚至如果你用一些不好的装备或军器的时候，反而会被人家唾弃，就是说你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浪费我们的兵力去做集结或者是驻防。当时候我们是进攻方，开了2个集结都没有办法把他的驻防给打下来，也让原本驻防体系偏弱的情况下慢慢拯救回来了。因为在他之前呢，就剩下戈尔戈去驻防而已，然后当时候戈尔戈呢就面对到沙普尔一世的进攻，就变成说他没有办法去守住了，一直被沙普尔打。但是在大卫出来之后，沙普尔也打不到大卫。当然这个也是合理的现象，就是出现了一个新的驻防或者是集结统帅之后呢，就会被下一次新推出的统帅给打败掉，这个是很合理的，不然没有玩家想要去培养了嘛。但是在以往也是有一些记录，就是推出了这些比较强力的驻防，但是他下一代的集结统帅其实没有办法去把他给打败的，或者是驻防也是推出的很烂，就比方说像阿曼尼，他只是使用过一段时间而已，接下来就完全的被其他的统帅给替换掉，或者是直接被打爆了，又或者是真的会出现到一些真的很强的驻防统帅，就比方说像戈戈或者是之前的芝诺比亚这样子称霸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好景不长的，在大卫四世推出之后呢，下一次推出的统帅就是集结步兵统帅伊瓦尔。伊瓦尔也是目前比较强力的集结，所以我才讲为什么我会觉得说官方今年在这一代会比较专注在集结跟驻防。还有之后推出的新工兵驻防统帅，虽然有不少玩家都已经反映说他的数值很低啊，还不如目前的哪一些统帅，但是各位要记得，当时候崔营出现的时候，大家对于他的评价也是非常低的，就觉得说哎呀，他这边的反伤还是什么东西啊，都不如菠萝头，他出来的表现应该不会很好。谁知道呢，崔营就变成了拿来搭配菠萝头最扛维的一个部队，一个组合。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能忽视掉这一点，有时候文本会让你觉得说他很弱，但实际上操作是很强的，我们还是要看实战报告。至于野战统帅是比较多玩家吐槽的一点呢，就觉得说这一次推出的新野战统帅呢，感觉都一般般的样子。就比方说像江汉战呢，比较让大家觉得不好的地方就是它没有 AOE。但我要说一句话啦，也不是说全部没有 AOE 的统帅就是一个没有用的统帅，或者是他的能力不好。就比方说像之前被大家封神的司机，他就是一个例子，他是没有 AOE 的统帅，但是因为他的数值提升
本真的是太高了，再加上他自己本身还有一些其他的争议，所以才会让他的地位一直不断的上涨。但是对我而言，江汉章的那个能力，他的强力的程度还没有到司机曾经的那个位置。我是觉得说江汉章虽然他在这一次不算是特别强的队伍，因为我自己实测下来，江汉章的队伍可能拿到的报告战损比呢，只是排在中间而已，没有说是最好的那一种，因为最好的还有其他的人选。但是他给的表现呢，也不会说太差，就是还可以接受，不过是中上水平的那种程度。像我前面所说的，江汉章的出现主要是为了要去平衡其他的统帅跟他一起搭配的时候的效果。像之前我就有讲过，阿卡琉斯跟亚瑟王他们都是偏输出的统帅，如果你不想要选择江汉章，你拿亚瑟搭配阿卡琉斯，出来的结果就是他们很脆，所以还是需要用到江汉章去做一个平衡啊。如果在100分里面我要给江汉章一个分数的话，我觉得可以给他大概70分左右，没有到很满意，但是还不错，算是超过了及格分数。步兵方面就是推出了孙武。孙武其实在刚推出的时候，我对于他的评价还是算比较高的，就是高过了他实际表现的一些预期。毕竟看到他技能描述到这么厉害，我还以为说他应该是很强很强的那一种那实际上也算是强，不过没有到我想象中的那个高度啦。我以为他可以跟秦始皇大概是同一个位置这样子不过还是比起秦始皇还要稍微弱了一点。如果你是拿来比较起之前推出的步兵统帅，就比方说像白起或者是刘彻的话，其实孙武算是表现不错了，就是孙武并没有让玩家感到太失望了，他算是100分里面可以拿到80分或者是90分左右了。主要是他有 AOE， 然后他给的一些数值也是算挺高的，像攻击力30%，生命值20%，弥补了步兵生命值偏低的一个问题，还有步兵 CG 速度提升，让你操作起来更加顺畅，也是可以替换掉亚历山大的位置。重点是虽然他是 AOE 统帅，但是其实他被固定为单体统帅，他的输出还算是很高的，拥有3000的伤害，当然这个是对于单一目标的时候啦，并且他也是少数步兵里面怒气需求比较少的一个步兵统帅。所以像前面我所说的，我给他的分数大概会在80分到90分左右，因为相信之后推出的新步兵统帅应该还是会拿来搭配孙武为优先，并且孙武搭配白起是目前最强的步兵搭配组合。在实际战斗中呢，他们的报告可以说是在秦始皇之下的，就是可能是第2份最好的报告。那假设说你的秦始皇被围剿的情况下，孙武白起的报告将会是最好的。最后就是未来会推出的新工兵统帅，那我这个影片发布的时候，这个新统帅应该还没有出现，我们还没有实战去测试使用。但是在之前我就已经跟大家讲过他的技能的一些介绍了嘛。实际上我个人是比较不看好这个新的工兵啦，在这一代的统帅里面，可能是因为之前秦始皇推出的时候设计到太厉害了，所以他们要综合一下，不要给那个工兵太夸张太厉害。像我之前就有讲过，如果是针对于他直接的伤害来讲呢，是偏比较低的，就只有2000而已。但实际上如果你们有加上其他的东西啊，那些叠层什么辅助啊，什么 debuff、buff 之类的效果加起来的话，其实它的输出是很可观的。但可惜的就在于它需要叠层，然后又有一个概率性的触发，虽然触发起来的难度或许会比较大一点，但是我可以老实说，如果这个统帅他的技能真的可以触发到的话，其实他出来的表现应该不会比起前面那2位统帅还要来得更差。并且我们还不知道他的实战表现啊，有不少玩家就推荐说可以拿来搭配海尔曼使用。那之后工兵呢，可能就是海尔曼搭配这个新的统帅，秦始皇依旧还是拿来搭配李成桂，然后诸葛亮搭配珍珠或者是其他的工兵统帅，或许是这样子。但是各位不要忘记了，除了这个新的工兵统帅之外，其实还有年度统帅啊，或许之后年度统帅的实力会比较好也说不定，有可能可以拿来搭配诸葛亮或者是其他的工兵统帅。所以今年有很大可能我们可以出到3队的工兵，像之前我们就会用到3队的骑兵或者是3队的步兵嘛。
以上就是关于第11代统帅的评价，当然这些都是个人的感想啊，我实际用下来的感受，因为可能在不同的战局，每个玩家所使用下来的感受也会不太一样。像有一些玩家就觉得说江汉战表现并不是很好，可能是他倒数第2的报告之类的，这个跟玩家的战斗风格、战斗方式还有战场的变化都会有影响。就比方说像不少玩家也是有说他们的孙武表现很好，但是孙武其实在我手上使用的时候报告并不是最好的，但是仅次于秦始皇。至于各位对于第11代统帅有什么评价呢？还有你们使用下来的感受是怎么样？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